二弟，还不快把弟妹扶起来！大嫂，弟妹，药在我这儿呢，我来晚了，让你受苦了。谢谢大嫂。给，喝呀，喝呀，喝了病就好了。为什么要给我下？因为锦城根本就不是你的儿子，而是我和简郎的。当初我假称在外养病，其实就是为了生下我和简郎的儿子。恰巧你也生了儿子，我们为了我的儿子能名正言顺地继承侯府，所以我就将他们调包了。那我的儿子呢？你的儿子就是简郎养在庄子上的庶子宋燕青啊，可惜已经被我杀了。云飞婉，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，我娶你，从始至终就只是一场阴谋。你现在没有任何的价值。曲嬷嬷和夏音早就提醒过我，宋明剑和寡嫂姚韵儿有问题。哎，我真的好后悔。我没死。母亲，嫣然虽出自烟花之地，但她卖艺不卖身，还望母亲成全，许我娶她为妻。是宋锦城为娶岑嫣然跟我翻脸的那天，我重生了。母亲，嫣然虽出身卑微，但她待我甚好，我俩那真心所爱。你为什么不让我娶她？没想到，我费尽心血教养的人，竟然是一个要置我于死地的白眼狼。婵儿，把药给我，你好难受。我就是要看着你难受，这就是你害死嫣然的报应。真的不是我生的。大伯母亲眼所见，就是你害死了嫣然，你还想狡辩？早该死了！我问你呢，为什么就是不让我娶嫣然？为什么？总之，嫣然今天我已是娶定了。你竟然敢打我！3巴掌就能让你忘掉我的养育之恩，对我动杀心，果然不是我亲生的。你不该打吗？男儿膝下有黄金，未来你立于朝堂之上，若被人知道你为了一个青楼女子下跪，何人还会敬你？母亲教训的是，可是嫣然乃孩儿真心所爱，我真的很想娶她。如果不能娶她，孩儿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你既非我儿，我何必再为你煞费苦心？你既铁了心，我还能说什么？母亲这是同意了。我同意，你父亲也不能同意。也是，父亲肯定不会同意的。母亲可有好办法？我同你一起去找他。谢谢母亲。片刻前，曲嬷嬷来说，宋明简又去跟姚韵儿厮混，我不信，还把她关了起来。我先去捉奸，再去放出去。哎呀，怎么还敢来？昨天就差点被曲嬷嬷发现，要是被云飞婉知道，再牵扯出换子之事，那咱们这些年的谋划可就全白费了。放心吧，云飞婉那个猪脑子根本就不信，还把曲嬷嬷给关了起来。等我外出公干回来，就把那个老家伙给除掉。
哎，此话可当真？那是当然。哎呀，这大白天的，可千万不要有人来啊！啊！奴婢见过世子夫人，夫人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要找父亲商量与嫣然的婚事。哎，老爷不在这儿，你们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找吧。你父亲不在，找你大伯母也一样。你父亲一向听你大伯母的。啊，母亲说的是，还不让开！不好，有人来了。还有什么人？啊，大夫人也不在。你与大伯母形影不离，你都在，他怎么可能不在？滚！让！成儿、婉婉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成儿，你说吧。我要娶嫣然为正妻，望父亲成全。胡闹！你是堂堂侯府的世子，岂能娶一个青楼女子为正妻？正好用这件事离间陈儿和云飞吧。锦城，这事儿你应该听你母亲的。你外公曾经可是太傅，高门大户，你母亲肯定是不会同意的，是吧，弟妹？让大嫂失望了，我已经同意了。你怎么能同意呢？不行，陈儿要是娶青楼女子为妻，前途就毁了。弟妹，你怎么这么糊涂啊？那曾嫣然的身份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怎么能由着成儿胡闹呢？可我要是不同意，成儿就寻死觅活的，我总不能亲眼看着自己的儿子丢了性命吧？不让我娶嫣然，我就跟嫣然殉情，我死给你看！你死！你想气死我吗？老爷，公干的队伍又来催了，就等您了。此事我绝不同意，其他的等我公干回来之后再说。哼！父亲，成儿，大嫂，你的衣服没穿好。啊，弟妹，你别误会啊，我跟二弟这真的是什么事儿都没干，这真的只是个误会。我没有说你们做什么呀？怎么，难不成大嫂和夫君有事啊？啊，没有，怎么会有？有弟妹这样的美人在侧，我又怎么能入得了二弟的眼呢？大嫂为侯府操劳多年，的确年老色衰。只要夫君没有眼盲心瞎、饥不择食，是断不会做出悖伦之事的。气死我了！夏英，我真看见老爷进了大夫人的门，还听见了做那种事的声音。可是夫人不信我，还说我挑拨离间。其实我也撞见过，跟夫人说了，也被他斥责一通，还说我要是再乱说，就要发卖了我。我真是搞不懂了。你说夫人出身高贵又知书达理，那模样更是一等一的好。你说老爷为什么偏要去找姚韵啊？他图什么？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老爷和那姓姚的有一天会对夫人下毒手。不行，我要去找夫人，就算他罚死我，我也要揭穿老爷和那姓姚的。哼，不用去了。夫人，我信你。他们不止悖论多年，做出龌龊之事，还有一个孩子，就是宋锦城。世子不是您的孩子，我的孩子是燕青，出生之后就被他们调包了，还对外说是韩姨娘所生。其实韩姨娘是一尸两命，根本没有生下孩子，正好给了他们算计我的机会。夫人是如何得知？因为我死过一次，我是重生回来的。上一世，他们不仅害死了我，还害死了燕青和你们。夫人脑子是不是糊涂了？估计是不太好使。别管了，反正夫人信我了。老天有眼，老天有眼啊！那夫人，我们现在是要去找燕青公子吗？啊，对对对，我没有证据，去见了燕青也不能把她接回来，还会打草惊蛇。
现在我要做的是帮宋景城把那个青楼女子娶回，荒废她的学业，让她名落孙山，还要让我和姚韵儿母子离血。夫人，时候不早了，该歇息了。母亲，母亲，父亲和大伯母都不让我娶嫣然，我这该如何是好啊？他们不同意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可是，好了，我累了，嬷嬷，送公子回去。是，公子，请吧。才不顺他心意就动了杀心，果然是养不熟的白眼狼。母亲既然不帮我，可见他平日对我的好都是假的。公子慎言，夫人若是不想帮你，又怎么会让我来送你呢？你什么意思？您是侯府的世子，老爷外出公干，除了夫人，全府上下都要听您的。您趁机把岑嫣然娶进门就是了。那父亲回来岂不是要责罚于我？老爷回来问罪，自有夫人替你说情。若是夫人现在就出来替你操持，老爷会连夫人一起责罚，到时候谁还能替你说情？哦，是啊，还是母亲想的周全。你以妾室的名分把她娶进门，夫人也好替你开脱，以后再找个机会抬成正妻。好，都听母亲的。世子哦，与母亲大人无关，是我一人一意孤行，一意孤行。夫人，我已经按您交代的说了，世子已经回去准备娶亲之事了。我这个傻儿子果然没让我失望，等着看好戏。云飞婉，你个贱人，竟然说我年老色衰！等到我的成儿考上科举，功成名就，我一定让你不得好死！夫人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世子自作主张把岑嫣然娶回来了，花轿都抬到门口了。什么？我世子娶妻了！站住！大伯母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许你娶她，你赶快让人把她抬回去。我是世子，我想娶谁，轮得着你管？成儿，侯府是什么样的人家？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啊！嫣然与我乃是真心相爱，你却多次阻拦，你还好意思是说为我好？你就不怕你父亲回来责罚你吗？能娶到心爱之人，就算被责罚又能怎么样？他也不会真杀我。行，你不把我当回事，我就去找你母亲去。我就不信了，他敢违逆你父亲的意思。不用麻烦了，我来了。弟妹，你快说说成儿吧，他背着你和二弟，竟然把人都给娶回来了。轿子都到门口了，我能说什么？当众下了成儿的面子，那他以后该如何做人？她可是青楼女子。青楼女子又如何？朝廷高官有娶青楼女子，别的府邸世子也有娶青楼女子，就连先皇后宫都有青楼女子。青楼女子有何错？怎么就进不了你这侯府的门？说得好，若不是身不由己，谁愿睡青楼啊？还是云夫人心胸宽广，不以出身门第见人，不像有些人越俎代庖，牝鸡司晨。是啊，是啊，就是啊。成儿，还不快进去，也不怕误了吉时。谢母亲。嫣然，待青楼姐妹们，感谢夫人仗义直言。夫人，经过此事，岑嫣然一定能为您所用。云飞婉，什么太傅之女、短见博识，我绝不能让那个青楼女子毁了我成儿的前程。夫人，刚接到消息，侯爷明日就能回府。太好了，那到了明日，我不但能赶走岑嫣然，还要让简郎狠狠地责罚云飞婉，一举两得。夫人，
没公干回来，大夫人就去告状，现在正气势汹汹朝这边过来。夫人怎么办？无妨，我自有办法应付。你怎么能让程儿将那青楼女子娶进府中？身为当家主母，你怎如此不知轻重？我去阻止，还被弟妹训斥一通，害得程儿到现在都不理我。大嫂何错之有？你不识大体，为青楼女子撑腰，大嫂不该劝阻吗？父亲，是我自作主张，您不要责骂母亲。闭嘴！待会儿再收拾你。老爷确定我让花轿进门是错，那还用说？为岑嫣然撑腰也是错。那我该如何改错？你应该马上让程儿休了那个女人。你笑什么？花轿到门前，我若是去阻拦，外人会如何说？会说侯府世子轻浮，行事莽撞，忤逆母亲，是个不孝之子。岑嫣然上了花轿，就是我侯府的儿媳，她被当众责难，就是侯府被当众打脸，我能坐视不理吗？心腹刚进门，没有任何过错，就要把人休掉。你们要是不怕被戳脊梁骨，我照做就是。程儿，拿纸笔写休书。好，我这就去。等一下，婉婉，对不起啊，刚刚是我听信了大嫂的一面之词，一时冲动，没有搞清事情的真相。这件事情，你的做法是对的。就是，母亲大人才最有大局观，大伯母只会盯着眼前。二弟，此事万万不可！你就不怕程儿被那个青楼女子带歪了吗？程儿知轻重，明事理，又有老爷亲自教导，岂会轻易被带歪？大嫂是信不过程儿，还是信不过老爷？行了，此事到此为止。以后你要是再敢胡乱行事，我绝不轻饶。哼！母亲，您三言两语就把父亲和大伯母呛得哑口无言，真是太厉害了。哪里是母亲厉害，是程儿厉害。当机立断就把嫣然娶进门了。是啊，世子，这件事您可真是让我们刮目相看呢。好了，这几天累坏了吧？早点回去，好好陪陪嫣然。好，谢谢母亲。你干什么你？你今天为什么要向着云飞婉？我哪里向着他了？此事明明就是你不对，而且程儿现在还要依靠云家的托举，我不得哄着他一点吗？别生气了。宋明姐，你要是敢辜负我，我就阉了你。这几天程儿都不理我，今天来给他道个歉，修复下母子关系。嫣然，你不能再玩了，我得温书了。来嘛来嘛，嫣然，不能再玩了，我要温书了。温什么书啊？难道我还没有书好看？有，你比书好看，不然我怎么可能不顾全家人反对，娶你进门呢？哎呀，那你以后只许看我，不许看书了。我的程儿果然被带坏了，不行，现在进去只会再次惹怒程儿。你为什么不让我杀了宋云清？难道你是想让他回来当世子不成？程儿要是没出息的话，我就得把他给接回来。我必须要为侯府的未来着想。为了程儿的前途，宋延琪留不得我。夫人，宋锦城那边怎么样了？岑嫣然日日缠着他寻欢，根本没心思温书。大夫人倒是去过一次，不过只能气得干着急，什么都不敢说，只能气得直跺脚。
上一世就是这个时候的伏羲，加上我从南山书院找来的秘密押题，他才能上榜。这一世，他休想再上榜。夫人，大夫人找来了一个姓钱的掌柜，在屋里说了好半天的话才离开。离开的时候胸前鼓鼓的，应该是藏了银子。钱掌柜，上一世燕青就是死在了钱掌柜手里。坏了，柳月儿是要对燕青下手了。夫人，现在怎么办？以收租的名义，马上赶到庄子里救燕青。走。夫人，燕青公子来了。是我的孩子，他就是我的孩子。这种血脉相连的感觉太强烈了。燕青，没想到夫人居然会亲自来。你知道我要来，那你知道我要来做什么吗？自然知道，你不就是来杀我的吗？你为何会这么说？大伯母早已派人传信于我，叫我小心些，说有人会想要我的命。是我要杀你。当年你吃我母亲的醋，自打我生下来便把我生在这个地方，克扣我的待遇，使唤人欺负我，让我食不果腹，衣不蔽体，地位连仆从都不说。不是你还能是谁？只是我没想到你居然会亲自来。拿出来吧，是3尺白绫还是1壶毒酒？我自己来便是。反正这生不如死的日子，我过够了。你误会了燕青，我这么多年从未克扣过你的待遇，从未叫人欺负过你，更不会想杀你，那些都是杨玉儿。我不许你这样诬陷大伯母！这些年要不是大伯母的照拂，我早就被你虐待死了。今年冬天，若不是大伯母送了一件棉服，我也已经被冻死了。只可惜，这辈子没办法报答他的恩情了。公子，你误会夫人了，她真的从未伤害过你，其实她是你的。我没想到这些年你过得如此艰难，更没想过你会恨我至此。夫人，猫哭耗子假慈悲，我不需要你们在这里惺惺作态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动手吧，不要浪费了你侯府夫人的宝贵时间。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信我，但我从未想过要杀你。今天你必须跟我走。想要换个地方动手，好洗清嫌疑。好，我跟你走。夫人，快走！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既然你在，就连你们一并解决了。开门！开门！开门！有没有后门？那边。开门！不行，分头走，找救兵，去，快走！给我站住！站住！燕青，快起来！我说过你们逃不掉的。说过你们逃不掉。这里，快追！夫人！哎呦，夫人！夫人！
怎么样了？夫人穿了软甲，只是受了点皮外伤，但是剑上有毒，虽然吃了解药，也还要休息一阵子。夫人都舍命救你了，你还认为是他要杀你吗？那个杀手姓钱，眉心有个黑痣，是姚韵儿的人。不信你自己可以去查。难道是大伯母在欺骗我？快跑！夫人，燕青，嬷嬷，燕青呢？燕青他怎么样了？夫人放心，燕青公子他很好，好着呢，没事儿。你为何要救我？自然是为了要向你证明，不是我要杀。这一点我相信，但是也不能代表其他事情不是你做的，也不能说明是大伯母想杀我。那你更要好好活着，查清真相，包括当年你母亲的死。难道我母亲的死也有蹊跷？燕青，跟我回府吧，方便你调查真相。我去收拾东西。夫人，你为何不跟燕青公子相认啊？只要相认了，所有的误会就都能解开了。他恨了我17年，怎会轻易信我？就算他勉强相信，我现在也没有能力把他带回府成为世子，可能还会引起姚韵儿对他再下毒手，我不能赌呀，嬷嬷。那该如何是好？宋明剑和姚韵儿对我至子，我要一点一滴毁掉他们在意的东西。先让宋京城名落孙山，再废掉他的世子身份。谁让你杀宋燕青的？我不是告诉过你不许害他性命吗？不是还没死吗？你现在要做的不是来追究我，而是想想，万一云飞晚发现换子之事该怎么办？他已经把宋燕青带回来了。不可能，此事如此隐秘，他不会发现的。先试探一下再说。老婉，听说你受伤了，我都要急死了。现在怎么样？无法，只是皮外伤。此可是冲着燕青去，也不知道是哪个黑心肝的畜生，竟然想着害燕青。弟妹，你没事就好，只要你跟燕青都没事，我也就放心了。燕青，快见过你父亲和大伯母。孩儿见过父亲，见过大伯母。举止沉稳，目光如炬，似乎比锦城更具气象。难道我曾经真做错了？可是为何会引来杀手？可曾得罪过什么人？又可曾看清杀手样貌？回父亲，孩儿向来与人为善，不曾得罪过任何人。至于那凶手的样貌，他一直蒙着面，孩儿未曾看清。你放心，我已通报官府彻查，肯定能把凶手抓住。大嫂啊，你怎么不高兴啊？没有啊，弟妹看错了，我怎么会不高兴呢？是我看错了，大嫂的表情分明是紧张，可是做了什么亏心的事？我也没有紧张，我一直住在府上，哪会有什么亏心事啊？婉婉，燕青这次回来，你怎么打算？我还没有想好，还是想听听大嫂的意见。他留在府上肯定会抢走陈儿的风头，对陈儿的威胁更大。既然燕青在庄子上住习惯了，不如再回去接着住，到时多派些人手保护便是。大嫂说的是，那燕青就……父亲，孩儿想在府上多住几日，也好见见世面。多年住在庄子上，都快忘了自己是侯府的血脉，求父亲允准。只有留下来才能查出真相。
他应该还不知道换子之事，要不然他那猪脑子应该不会这么淡定。这几日你消停些，不许再胡闹，听见没有？哼！只有死人才没有威胁。宋燕青要死，云飞丸也要死，他的一切本该就是我的。刚才可曾看出什么来？父亲并不喜我，他和大伯母好像不希望我留在府中。还有吗？他们进来的时候挺着急的，说到杀手的时候是有些紧张。不过这并不能说明杀手就是大伯母派的，大伯母没有动机，有动机的只有你。你这孩子，你就慢慢查，有任何困难我都会助你。夫人，这么明显，公子他怎么还是不信啊？等查出真相，自然就会相信。接下来该岑嫣然发挥作用。夫君，你怎么停下了？继续啊！嫣然，我母亲突然把宋燕青接回来，你说会不会有一天她想我的世子之位啊？哎呀，不可能，他就是个泥腿子，拿什么跟你比呀？有道理，不过我得学文书了，荒废太久了。不要嘛！你外公曾经可是太傅，就算你考不上，你母亲也可以用她的人脉帮你谋个好差事。再说了，你可是侯府世子，金钱爵位一样都不缺，干嘛那么辛苦去读那破书嘛？还是你看得通透，那咱们继续。夫人，世子还是每日和岑姨娘寻欢作乐，一样没有文书。大夫人倒是劝过几次，世子虽然嘴上答应了，但依然我行我素。意料之中。上一世他便是这般被岑嫣然迷得神魂颠倒，我严加管教，他还不惜对我动手。夫人，我新买了桂花酥，可好吃了，你快来尝尝。桂花酥，上一世我把这桂花酥送了一半给姚韵儿，她就在上面下药，然后转送给岑嫣然，最后岑嫣然中毒，害得宋锦城跟我彻底翻脸。这一次我要将计就计，拿出一半来给姚韵儿送去。把这么好的桂花酥送给那个狼心狗肺的女人，哼，老奴舍不得。她不会自己吃的，她会在上面下毒，然后送给岑嫣然，等岑嫣然中毒了嫁祸给我。哦，夫人是想……好，我这就去办。夫人，曲嬷嬷送来了桂花酥，说是二夫人送的。云飞婉送的。曲嬷嬷是这么说的，看着可好吃了，您快尝尝。不吃，抹上毒药，再给岑嫣然送去。为什么？毒死岑嫣然，不但能嫁祸给云飞婉，还能除掉岑嫣然这个祸水，一举两得。夫人，姚韵儿果然让春秀把桂花酥原封不动送给了岑嫣然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把姚韵儿下毒之事告诉宋锦城，然后等着看好戏。算时间，岑嫣然应该毒发了，怎么到现在都还没有动静？夫人，岑嫣然已经昏迷不醒，府医正在抢救，估计世子很快就要开始追查了。我已经等不及了，走。世子，夫人，岑姨娘没有大碍，多加休息便好。怎么会没事？难道是吃少了？大伯母来的可真快啊！我还想着叫人去请你呢。成儿，你听我说，那个桂花酥其实是你母亲给我的。
我想着缓和下你和嫣然的关系，就原封不动的给嫣然送来了。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上面有毒。你的意思是，我母亲在桂花酥上下了毒？是不是她下的我不知道，但那桂花酥就是她让人给我送来的。想来下毒这人是冲着我来的，只可惜啊，连累到了嫣然。大嫂，你怎么知道嫣然是吃了桂花酥才中的毒呢？难道不是吗？她没有吃桂花酥，更没有中毒，她只是气血两虚，不小心晕倒了。那我送来的桂花酥呢？在这儿呢，陈姨娘可是半点都没动过。不过府医已经检查过了，上面确实有剧毒。大伯母，你为什么要给嫣然下毒？我没有，我已经说过了，桂花酥是你母亲送给我的。够了，你还想诬赖我母亲？同一盒桂花酥，母亲一半送给了你，一半送给了我，我全吃了。现在我安然无恙，怎么可能会是我母亲？难道我母亲还会光明正大害你不成？你们早就知道桂花酥上有毒，也算计我。大嫂，你我一直相处融洽，只是在嫣然一事上有所分歧，会有什么动机算计你？难道大嫂有什么亏欠我之事？没有。九句确凿，你还想抵赖？成儿，对不起，我不是真的想要害嫣然，我只是怕她耽误了你的学业，才会出此下策。我保证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没想到大伯母竟然是这种人，她手段如此狠毒。难道夫人没有撒谎，真的是大伯母在背后算计我？我一定要查出个水落石出。大伯母，你怎么能这么狠毒？你，你怎么能打我？我没有报官已经够仁慈了。成儿，弟妹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求你们原谅我一次好不好？我真的只是一时鬼迷心窍。罢了，成儿，终究是一家人，就原谅大伯母一次吧。还不快滚！谢谢弟妹。上一世，我就是这般百口莫辩，伤心欲绝。夫人，您怎么能轻易放过姚韵儿？是啊，夫人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成儿对她还有感情，宋明姐也肯定会保她，就算追究下去，也不会有别的收获。况且我还有下一步计划。夫人欲如何？单纯靠耽误宋景城温书还不足以让他落榜，还要再添把火。夏英，你去想办法再给岑嫣然下毒，不伤性命就行。下毒？哦，如此，宋锦城肯定会再次怀疑姚韵儿。被这么一影响，上了考场也不能发挥全部水平了。哎呀，原来夫人让岑嫣然进门时就算计好了，奴婢这就去办。夫人，夫人，奴婢何错之有？只有你知道我在下毒，也是你去送的桂花酥。他们既然所有人都知道桂花酥有毒，不是你还有谁？夫人，奴婢对您忠心耿耿，怎么可能告密呢？再说了，告密对奴婢有什么好处呢？你起来吧，我一定要查出来，到底是谁走漏的消息。夫君，嫣然，嫣然，你生病了，怎么能到处乱跑呢？我已经好了，就是最近被你折腾太狠了，没能好好休息。那现在又可以接着折腾了。养精蓄锐这么久，你说呢？嫣然，你怎么了？嫣然，来人，快请府医！府医，他怎么样了？世子，岑姨娘她中毒了。什么？中毒？世子放心，岑姨娘中毒不是很深，
只要精心照顾，他的性命完全可以保住。哎，走开！是，又是中毒，到底是谁想害死嫣然？还能是谁？肯定是你大伯母。大伯母，上次就是他，这次怎么还会是他？正常人都这么想，所以他才想反其道而行之。我不死，他是不会罢休的。有韵儿，我找他去。成功了，成功了！夫人，您的计策又成功了。世子去找姚韵儿了。走，看戏去。你来了，你终于来见我了。我又做错了什么？你为何如此待我？你为什么又给嫣然下毒？他中毒了。他那么善良，从来不敢忤逆你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放过他？成儿，你相信我，这次真的不是我。下毒这种事，全府上下就你最在行，不是你还能是谁？我现在就去报官，你就等着吃牢饭吧。成儿，你没有证据，官府不会抓人的。回去好好照顾嫣然，不要让她再受到伤害了。我恨你，成儿，成儿！风水轮流转，终于让你体会到我上辈子的痛苦了。除了你，我想不到还有谁。弟妹，到底是不是你在陷害我？大嫂，说话要讲证据。毒害岑嫣然对我有什么好处？诬赖你又对我有什么好处？难道大嫂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，才会这般怀疑我？没有，我哪会有什么秘密？弟妹想多了，我只是随口一说。那就好。被成儿打到的地方很痛吧？涂点药就好了。于非婉，一定是他在算计我。夫人，会不会二夫人已经发现了换子之事？应该不会，他应该只是爱子心切，不想让我跟成儿走太近罢了。总有一天，我会找回我的成儿，替代他成为侯府的主母。宋景城那边怎么样了？回夫人，世子寸步不离地守着岑姨娘，就怕岑姨娘再次被害。倒是个痴情的主。他不是痴情，是被迷了心智。真正痴情之人，心肠岂会那般歹毒？啊，燕青，他怎么样了？燕青公子在调查这些年你有没有克扣他的待遇。看来他已经发现人心难测，让他查吧，暗中交代下去，不要阻拦他。那世子那边呢？他已经乱了心智，注定考不上，等结果便是。夫人啊，这是用心良苦啊，也不知道这背后到底是谁来捣鬼。哎呀，昨天怎么突然闹肚子了？哎呀，好疼啊！冬月初1，伯父燕青公子月钱50两，冬衣5套，常服10身，精良肉食40斤。正月伯父月钱50两，精良肉食40斤。2月伯父月钱50两，笔墨纸砚费10两，精良肉食40斤。3月伯父月钱50两。原来云飞婉真没有骗我，甚至给的跟宋锦城都差不多。大伯母果然在撒谎。等我查清来龙去脉，再去找父亲。求菩萨保佑我的成儿金榜题名，独占鳌头。求菩萨保佑我的成儿金榜题名，独占鳌头。夫人，夫人，不好了，二公子去查账了。
什么？夫人，您快想想办法吧，他迟早会查到您头上的。急什么？不是还没被查到吗？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给我的程二祈福。只要程二高中，就算我杀了宋燕青，简郎公干回来，也不会拿我怎么样。罪过，罪过！弟妹，今日可是放榜之日，你也不差人洒扫、焚香祈祷，你这也太不像话了吧！大嫂从1夜前就吃斋念佛、焚香祈祷，比我这个做母亲的还诚心，我又何必多此一举呢？那我不是也是盼着程儿好吗？那今日你总该带着程儿一起去看榜，不该这般若无其事吧？程儿在照顾嫣然，无暇去看。老爷今日公干回来，正好路过贡院，他看了就是。既然是这样，那我就坐在这里等二弟回来，顺便给程儿祈福。一定要考上，一定要考上，一定要考上，一定要考上！回来了，回来了！老爷和世子一起回来了。啊，真的吗？程儿的表情如何？是悲是喜？我没注意看。哎，二弟，程儿怎么样啊？考上了吗？可曾入三甲？啊，不入三甲也没事儿，只要能考上就行。你快告诉大伯母，你考了第几？你母亲她也等不及了。程儿，快告诉母亲。回母亲，孩儿没考上。没考上？这怎么可能？程儿，你课业一向甚好，怎么会没考上呢？还不是因为你！要不是你纵容他娶回那青楼女子，荒废了学业，又岂会落榜啊？当初我百般阻拦，弟妹偏就不依，不然怎会有今日？程儿，你告诉大家，你到底为何没考上？我没考上，自然全赖大伯母。程儿，那曾嫣然是你母亲放进来的，你怎能赖在我头上？大伯母给嫣然下毒，让我乱了分寸，在考场上根本无心作答，竟担心嫣然安危，所以才没考上。否则，凭借我多年的积累，就算几日不温书，我也断不会落榜。我已经说过多少次了，我没有给曾嫣然下毒，我真的没有。不是你的话，难不成是我母亲，是我父亲？啊，就算你现在把你大伯母杀了，那也来不及了。二弟，你这是什么话？我真的没有下毒。大嫂，不要再说了，可能这就是我们程儿的命吧。弟妹，你也不相信我，我到底要如何你们才肯信我？上一世我也是这般百口莫辩，今日终于轮到你了。夫人真是好算计啊！不仅让宋锦城落了榜，还让他恨上了姚韵儿。第一步的目标已经达成，下一步就是废掉宋锦城的世子身份。下一步夫人如何打算？换子之事没有任何证据，贸然拆穿可能还会打草惊蛇，得让他们亲口说出来才行。这种事儿他怎么可能亲口说出来啊？自然情况下肯定不行，但如果让他们互相攀咬，反目成仇，可是想要他们互相攀咬，谈何容易？所以才要从长计议。燕青那边查的怎么样了？燕青公子顺藤摸瓜，已经查到庄子上的掌事姚大勇身上了。这姚大勇是姚韵儿的亲叔，掌管庄子上的账本。姚韵儿就是通过他虐待燕青公子的。燕青公子很快就会查到真相，离夫人相认的日子已经不远了。姚大勇是姚韵儿的亲叔叔，不好，燕青有危险！走，去庄子，快！姚管事，这些年你为何要克扣我的衣食用度？过冬连件棉衣都没有，笔墨纸砚的费用更是从未见到过。这个呀，你得问侯夫人去，她不曾拨付，我自然无法给你。
侯府的账目我都已经查过了，夫人月月都有拨付，反倒是到了你这里却不签字，你必须给我个解释。我是大夫人的亲叔叔，今日我偏不给你解释，你能奈我何呀？大夫人的亲叔叔又如何？二公子可是侯爷的亲儿子，你敢克扣他的待遇，就不怕侯府追究吗？侯爷若真把他当成亲儿子，又岂会如此待他呀？你，陈山，当狗也要挑好主子。你跪下，给我磕3个响头，我就推荐你到锦城世子那儿，如何呀？跟着他没有任何前途，说不定啊，还得送命。我不是狗，二公子也从未拿我当过狗，你不要痴心妄想。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就没有活着的必要了。反正韵儿早就想除掉他了，正好弄死他找韵儿领赏。来人！姓姚的，你就不怕侯府追究吗？侯府的人都巴不得他死呢，要是他们知道了，也只会感谢我。给我拿下，喂狗！是，住手！燕青见过夫人，你怎么样？可有受伤？幸亏夫人来得及时，还未曾受伤。那就好，以后不可这般冒失，出门多带几个人。是。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谋害侯府二公子！夫人饶命！夫人饶命！我也是一时鬼迷心窍啊！是鬼迷心窍还是受人指使？我劝你最好从实招来，否则单凭你这些年贪墨的淫力，我足以要了你的狗命。先招了再说，反正宋明姐也不会拿韵儿怎么样。我招，是大夫人姚韵儿指使我的，她早有害死二公子的心思，所以我才生此邪念的。明日你亲自问他就是了。陈山，将他关押起来，明日带到侯府，好和大夫人对质。是，夫人，可否给小的再派些人手？小的怕出差错。我带的人手也不多，你随便找几个庄户助你就是。是。夫人，二弟、弟妹、燕青，你们怎么来了？燕青，你说吧。大伯母，这些年你为何指使人苛待我，甚至想害死我？到底是为什么？燕青，这可不能胡说，大伯母怎么会害你呢？姚大勇都已经全部招了，现在正在被押来的路上，你还要狡辩？可恨的是，这些事都是假我之名，害得燕青怨了我多年。大嫂，你不该给个说法吗？二弟，你也是这般想我吗？如果你是被冤枉的，那就拿出证据来。我当然有证据。什么证据？你们不是要押着姚大勇来找我对质吗？其实那些事都是他个人所为，与我无关。等他到了，自然会真相大白。姚大勇都已经全部招了，都是受你所指。他那是形势所迫，胡乱攀咬。婉婉，大嫂所说也不无道理，不如等姚大勇到了之后再说。全听老爷的，反正也耽误不了多长时间。算时间也该到了。公子，公子，怎么了？慢慢说。姚大勇服毒自尽了。你确定他是服毒自尽的吗？小的检查过，他嘴里含有胃下咽的剧毒。钱掌柜，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。夫人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二公子追查到了您叔叔头上，您叔叔想要除掉他，被侯夫人逮个正着，他什么都招了。这几天的心思都放在陈二身上，一时大意，让宋燕青钻了空子。夫人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
去把钱掌柜找来，除掉姚大勇。二弟弟妹姚大勇畏罪自杀，这足以能说明问题。你们不会再怀疑我了吧？疑罪从无。既然姚大勇已死，那也不能认定就是你大伯母指使。此事就先告一段落。等到有其他的证据再说。当然了，我会继续追查此事到底。婉婉，你觉得呢？全凭老爷做主。夫人，奴婢不解，此事就算真相大白，你也可以找个理由遮掩过去。有侯爷护着，燕青公子也不能拿您怎么样。可是您怎么能杀了姚管事呢？他可是您亲叔叔啊！你懂什么？我就怕此事牵扯出当年的换子之事，连累到成儿。为了成儿，我可以牺牲所有人，包括我的亲叔叔。这姚大勇肯定是被姚韵儿所杀。夫人，昨天你就该给陈山多派些人手，否则他岂能轻易得逞？就是啊，夫人，您确实疏忽了。谁说我疏忽了？我是故意不留人手，好给姚韵儿出手的机会。为什么呀？就算姚大勇供出姚韵儿，只要他痛哭流涕一般，宋明简看在宋锦城的面子上，一定会保下他的。所以我要利用他担心事情扩大，牵连到宋锦城的心思，借他之手除掉姚韵。大家都看见了吧？这样真相大白的时候，还不会有人同情他。原来夫人早就布局好了一切，只是燕青公子肯定很失望。咱们应该把真相告诉他，告诉他他也不会信，引导他自己查出来就行，也算给姚韵儿一个惊喜。明显就是大伯母在害我，为什么我一点证据都找不到？上天又为何要如此对我？公子，查到姚大勇的死因了，他不是服毒自己，而是被人扭断脖子而死。那嘴里的毒是怎么回事？是死亡之后被人灌进去的，我做检验过，毒药根本没有进入肺腑，可曾查出下手之人？有庄户看到出手之人蒙着面，眉心之处有一颗黑痣。钱掌柜，上次想杀我的也是他，定是大伯母指使。我要去找父亲。婉婉，这姚大勇着实是太可恨了，竟然让燕青在庄子上受了那么多的苦，他死了活该。以后啊，你就多补偿燕青一些。我会的。大嫂那边，此事肯定跟大嫂无关，大嫂一向心善，你也是知道的。老爷急什么？我说的是，老爷去好好安慰一下大嫂，毕竟死的是他的亲叔叔。好，我会的。父亲，我查到了，姚大勇根本不是服毒自尽，是大伯母派人杀害的。你可有证据？大伯母有明显的动机，何须证据啊？胡闹！疑罪从无，没有证据那就是无罪。但是那出手之人和杀害我的是同一人，眉心都有颗黑痣。父亲，你只要把他找出来，真相自然大白。我会去找的。你在府上也住得够久了，该回庄子上去了吧？夫人，您是知道真相的，对吧？您可以告诉我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一定会信吗？不论真相有多么不堪，你都能接受吗？继续查吧。我能告诉你的是，你离真相已经很近了。听你父亲的，回庄子里吧。嬷嬷，姚韵儿肯定会再下毒手，派人暗中保护燕青。这次一定要抓住钱掌柜。是，夫人。快！
锦郎，你好几日没来见我了，难道你不会想我吗？连自己的亲叔叔都能下毒手，简直就是个恶妇。这一次，我可以不追究，但你绝对不许再对燕青下手，否则的话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成儿，好久不见，你也不来看看大伯母。冉冉，宋燕青说姚大勇是大伯母所杀，你说可能吗？谁得利谁就主谋，所以肯定是他。你大伯母可不是什么好人，指不定哪天又栽赃陷害到你头上，所以你以后得给我离他远一点。好。连自己亲叔叔都杀，大伯母，你可真令我刮目相看。成儿，没有证据的事可不敢乱讲。天道好轮回，你就等着遭报应。哼！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呀！剑郎也不理我了，成儿又名落孙山，长此下去，他肯定会废掉成儿的世子之位。一不做二不休，宋燕青必须死。公子，是你啊！是大伯母派你来的。别问阎王吧！你给我快跑！我不会扔下你的。那就一起去死！现在轮到你了，去死吧！许嬷嬷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是夫人派我们来的，把他带走。陈山，你快救陈山！不能带他走，夫人自有安排。婉婉，大嫂，我找你们来是官府那边有消息。之前燕青指控是钱掌柜谋杀了姚大勇，也是钱掌柜在庄子上行刺他。但是经过府尹大人的调查，这两件事发生的时候，钱掌柜都有不在场的证据，也就是说，这两件事都与钱掌柜无关，自然也就与大嫂无关。多谢二弟和府尹大人还我清白。既然是府尹大人亲自调查的结果，弟妹应该就不会再怀疑我了吧？府尹孙红菊早就被你收买了，他当然会向着姚韵儿。既然是府尹大人亲自调查，我自然不会怀疑。不过大人可曾说过真凶是谁？这个嘛，他会继续调查下去，只怕是还需要些时间。到时候有结果，我会及时告知于你。老爷、夫人，二公子在回来路上被人杀害了。什么？二弟，你也别太难过了，保重身体，为了成儿想想。宋明姐，这些都是我做的，我就是要让宋燕青去死。你放心，我要是被抓走了，你也别想好过。可曾找到尸体？没有，昨夜我被打晕之后，起来之后发现地上一滩血迹，应该是被野兽叼走了。大嫂，你怎么？弟妹，你这是什么话？你又在怀疑我？说不定就是被野兽叼走了，根本就不是什么谋杀。是意外还是谋杀，要等官府调查之后才知道。老爷，你说呢？我这就去找府尹大人，让他详细调查。又是找孙红菊，看来他还是想保姚韵儿。
这个孙府尹肯定是被老爷给收买了。没想到老爷喂饱姚韵儿，居然做到这个份上。夫人苦心不绝，要是这一次继续向孙府尹报案，恐怕要功亏一篑。我早就料到会如此，所以才会让你们把钱掌柜先藏起来。宋明景能收买孙府尹，能收买其他人，但有一人，他肯定无法收买。是谁？大理寺卿陆北明。大理寺卿陆北明，人称铁面阎罗，冷酷无情，绝不徇私枉法。但是他只办大要案，这种案子他不一定会插手。我有办法可以让他亲办此案。云夫人，找本官何事啊？中用侯府庶子被人谋害于山里，疑点重重，请陆大人出手调查此案。此等小案，取京兆尹府找孙大人便是。我大理寺查的是皇家要案，这无关紧要的小案，本官不查。来人，送客。是，请。听闻陆大人一直在调查你母亲被害一事，整整5年一无所获。那又如何？谋害你母亲的，便是此人。是他？那证据呢？这上面的人都可以作证，大人找来一审。你又如何得知？这就不劳大人费心了。只是真相大白后，还请大人能够彻查庶子被害一事。郑平，在。抓人。二弟今日叫我们来，所谓何事啊？孙大人那边已经调查出结果，燕青他是死于野兽袭击，并非谋杀，自然与大嫂无关。婉婉，你也不要再疑神疑鬼了。太好了，这回总算是洗清我的嫌疑了。果然是又买通了孙红菊，想草草了事。陆北明那边已经带走了钱掌柜，想来很快就会来抓人了。既然如此，是不是该张罗给燕青发丧了？这孩子实在可怜，就安排发丧吧。好，好。老爷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大理寺来抓人了！陆大人，你这是何意啊？贵府庶子宋燕青被害，凶手钱掌柜已经招供，本官特意来捉拿幕后主使。这个蠢女人竟然没杀人灭口！不行，我不能让云飞婉看出破绽，我必须和她撇清关系。大嫂，燕青他也是你的侄子呀，你怎么能如此狠心？二弟，你怎么就知道陆大人要抓的人是我呢？宋侯爷，钱掌柜已经招供，幕后主使就是你。陆大人，这是不是弄错了？大人，燕青乃是侯爷亲生，虎毒还不食子，怎么可能会是侯爷？证据确凿，本官绝不会弄错。二弟，既然是你就认了吧，要多为辰儿想想。带走。是。婉婉，你一定要救我，看在辰儿的份上，一定要救我。姚云儿，你竟然连我也算计！走。夫人，不是抓姚韵儿吗？怎么成了老爷？我倒是小瞧姚韵儿了，这一切都是他以宋明简的名义去做的。即使宋明简被抓进去了，我也会用云家的人脉把他保出来。你要是被抓住了，你就咬死，是受宋明简指使。答应你的银子，我1分钱也不会少。
夫人，为何呀？宋明简要是进去了，云飞丸肯定会借助他母家的实力来保他，那你自然也会相安无事。我要是进去了，你我都得死。是，我都听夫人的。不过无妨，谁进去都是一样的，等着他们狗咬狗吧。估计姚韵儿这会儿正赶来让我救宋明简。弟妹，二弟纵有千错万错，他毕竟是你的夫君呀。但你一定要看在陈儿的份上，一定要想办法救他。算大嫂求你了，救不出宋明简，他迟早要把我供出的。哎，大嫂快起！老爷是我夫君，大嫂怎得比我这个做妻子的还急？不知道的还以为大嫂和老爷之间有什么啊。弟妹，都这种时候了，你怎么还开这种玩笑呢？我就是单纯的为二弟担心。大嫂放心，你先回去吧，我一会儿就去大理寺。多谢弟妹。云飞婉，你只配做我的妻子，被我玩弄于股掌之间。夫人，您真要去救老爷吗？当然不是，我是怕陆大人碍于情面，不好用刑。你来了，你一定要救我！我真的没有让人去谋杀燕青啊！不是老爷的话，那会是谁呢？是大嫂吗？毕竟只有她的嫌疑最大。不行，我要是供出姚韵儿，她肯定会供出换子之事，到时候我也一样要名声扫地，万劫不复。自然不是。还想维护姚韵儿，可找不到真凶，我也不好救老爷出来。你可以去动用一下云家的关系，毕竟岳父当年是太傅，就算不在了，那些关系也还能派上用场的。看在成儿的份上，求你了。好吧，我现在去趟云家。早知道我当初就不该上姚韵儿的床。我如果猜的没错的话，夫人的目的是捉拿姚韵儿，可没想到最后却成了宋侯爷。夫人，可曾后悔？不后悔，倒是很惊喜。哦，夫人今日来不是替宋侯求情的？当然不是。听说鞭子沾了盐水，打人会更疼啊。告辞。有意思。郑平在。宋明简，这只是开始。真要去云家找路子救老爷呀？当然不是，做做样子而已。啊，芊芊，姑母，芊芊，姑母，姑母，姑母。姑母，我跟娘子还有事儿，我们先走了。芊芊，我们该走了，走了。走。夫人，芊芊小姐好像有点不对劲的。上一世芊芊告诉我，她看到宋明简、姚韵儿厮混，我不信，
还将他赶走。回去不久就接到他病死的消息。云家覆灭后，王家才承认他是被王吉家暴而死。难道他的死也和宋明景和姚韵儿有关？今天是初几？4月初1。上一世芊芊死讯传来是4月初8，也就是说7日之内他会被王吉家暴而死。走，去王家。啊，不行，先去云家。哎，你他妈的！你刚才想干什么？跟你姑母告状是吗？说我打你是不是？没有，我没有，叫你没有，叫你没有，叫你跟他说话，老不老实？大嫂，妹妹3天2头往母家跑，又是为了锦城吧？她都落榜了，就算是公爹死而复生，又能如何？我是为了芊芊来的。芊芊又能有什么事？芊芊被王吉家暴殴打，恐性命不保。吴嬷嬷今天刚从王家回来，还亲手做了酥糖带回来给我品尝，又怎会性命不保？不可能，半个时辰之前我们才在街上见到芊芊小姐，这么短的时间，她不可能做好酥糖，要让吴嬷嬷给送回来。嬷嬷，你可曾亲眼看到芊芊？没有。芊芊小姐在屋里做酥糖，通过王家人传的过。就算是忙着做酥糖，也不可能没有时间出来亲手把酥糖交给吴母。如此看来，王家人在撒谎。那就去一趟吧。让你跟他说话，让你想告状，我。王吉，你为何要对我下死手？哼，不怕告诉你，你撞见了宋明锦的丑事，他给了我1000两银子，说让你闭嘴。我不会说出去的，我真的不会说出去的。只有死人才能闭嘴。公子，云家来人了，说要见少夫人。难道他们知道？把他带进去，别让他出来。是。岳母、姑母，有失远迎，还请见谅。二位突然来府，是有什么急事吗？这王吉一副谦谦公子样，从来都彬彬有礼，怎么可能会伤害芊芊呢？也没什么要紧事，就是我们想芊芊了，一起过来看看。啊，岳母大人，芊芊也很想你们，还一直念叨着要回去看岳母，只是突发恶疾，所以就作罢了。什么？芊芊病了？果然有问题啊！岳母不用担心，已经请了郎中，不日便可痊愈。只是今日不便相见，还请岳母见谅。那便如此吧，不见也罢。芊芊好生养病要紧。多谢岳母体谅。没想到这么好哄，白吓我一场。等等，我来时查了贵府的访客记录，2个时辰内除了我们，并无他人来访，你作何解释？姑母，郎中来得急，可能是门房忘了登记了。既然芊芊出不来，那我们就去看她。我们不发出声响，也不会打搅她休息。姑母，你这是不相信我呀？你让我去见芊芊，我便信你。那我要是不同意呢？不就是见一面而已吗？黄公子如此推三阻四，实属不近人情。铁面阎罗路北冥，他怎么来了？夏莹，此去王家必然不会顺利，你马上去做2件事：去趟大理寺，把这封信交给骆大人，他会来为我们撑腰。大人，你所来毕府，所为何事？自然是来查案的。大人，您查的是什么案子？怎会与我王家有关啊？不急，等你把云氏请出来再说。你3番5次阻止我们见芊芊，是不是你已经把她害死了？姑母哪里的话，既然姑母想见，那就随了你的愿吧。去，
把夫人叫出来。岳母，稍等啊。芊芊，母亲，姑母，芊芊，你怎会如此？都是他打的。王吉，芊芊是你的妻子，你怎能如此待她？久闻王公子彬彬如玉，善解人意，可没想到是这副面目，真是令本官开了眼了。岳母，我打他是因为他该打呀。你说什么？他在府宅私会外男，被我抓了个正着。你说这不该打吗？我是为了两家的颜面，一直隐忍不发。可是你们苦苦相逼，我只能说出来了呀。芊芊，你怎能如此啊？人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果然如上一世那般，王吉打死芊芊的消息传开后，王家就用芊芊红线出墙遮掩过去，害得芊芊死后还背着一身污名。母亲，我真的没有，母亲，不是这样子。你我夫妻一体，败坏你的名声，对我有什么好处？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，女婿，你自己处置就好。他是岳母通事理，不像有些人。哼，等一下，大嫂，亲不相信自己的亲生女儿吗？母亲，我真的没有私会外男，你相信我。住口！我王家什么身份，会诬陷你吗？好啊，那你倒说说看，芊芊私会的是何人？敢不敢将其叫出来对质？我当然敢。他私会的外男就是府里送菜的陈二牛，被我当场打死了。管家可以作证。少夫人与陈二牛私会，被公子发现后，他们还要杀人灭口。一会儿你将与陈二牛的事情再藏于他。姑母，我就不应该受你蛊惑。等你大哥从边外回来，我看你怎么交代。母亲，我真的不认识陈二牛，我是被诬陷的。你都被我抓了现行了，还在狡辩？真相如何，还要等陈二牛来了才知道。姑母，陈二牛已经死在乱葬岗了，难道还能让他复活不成吗？谁说不能？陆大人，夫人，这就是陈二牛。见过大人，见过几位贵人。陈二牛，你不是死了吗？若不是这位姑娘和两位相助，我确实要死在乱葬岗。他们为什么会救陈二牛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把信交给陆大人后，你马上带人去乱葬岗救陈二牛，然后带到王家。是的。原来这一切都在他掌控之中，连我都成了棋子，有意思。二牛，你可知何人伤你？回大人，我是被王家家仆所杀。那你与王氏夫人可有私通？没有，我连她的面都没有见过，何来的私通？不行，我一定要把罪名坐实。胡说！你被我捉奸在床，还不承认？我从小就失了根本，怎么可能跟少夫人私通？穿上吧，带下去。王吉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是他不贤良淑德，持家无方，我一时没忍住，失手伤了他。陆大人，少爷处理此事的确有点欠妥，只是夫妻吵架本来是家常事，还望大人允许我王虎关起门来自己解决。对啊，大人，这好像是我们家事，不归大理寺管吧？那你欺辱二牛又该如何解释？那是下人所为，我们是可以赔钱的。再说了，大人，你们大理寺什么时候这么闲，开始好奇别人的家事了？区区家事还真惊动不了我大理寺。本官今日来是为了江南河堤贪污案而来。夫人，
你说王家有此案线索，可有此事？怎敢欺骗大人？江南河堤贪污案，涉案银两120万，牵连遭灾百姓30万，罪魁祸首就是工部侍郎王振全。胡说八道！我父亲为官清正廉洁，怎么会贪腐呢？你们知不知道，诬陷朝廷命官是死罪？赃银贪污120万两，你王家分走40万，账本就藏在你家东厢卧房的地砖下。大人，派人取来一看便知。仲平，果然一文不差。去工部捉拿王振全，将王氏其余人等全部入狱。云芊芊与此案无关，可豁免。是。来人！走。今日多谢陆大人出手相助。不，是我该谢谢你才是，帮我破了如此大案。不过我大理寺查了半年有余，都杳无音信。夫人又是如何得知的这么详细？我说我死过一次，大人可信？如果你愿意告诉我，我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。姑父，芊芊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大嫂，这回带芊芊回家，你没有后顾之忧了吧？谁说没有？大嫂，这是何意？你就为了芊芊被家暴这点事儿，你就让整个王家覆灭？你让外人如何说云家？云家以后的姑娘又该如何议亲？小事，我若不如此，芊芊就会被污蔑清白，被王吉家暴而亡。出嫁从夫，要怨就怨他命吧。母亲，你不要女儿了吗？非母亲不要你，实在是兹事体大。为云家的声誉，母亲是断不能让你回去。母亲，早知如此，我不如直接死在王吉手里。芊芊，云家不要你，姑母要你，以后你就是姑母的女儿。可母亲不要我了。芊芊，你告诉姑母，王吉为何对你痛下杀手？是为了宋明简和姚韵儿的事。您都知道了？知道了。姑父给了王吉1000两，他们要害死我，他们都不是好人。果然如此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姑母连累你了。姑母向你发誓，芊芊欺负过你的人，姑母一定让他百倍奉还。夫人，这么多天，您不去看看侯爷吗？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他，只希望他是真心待我，愿舍下性命护我和成儿周全。最终还是走到这一步了。带走。我自己走了。夫人，大理寺把大夫人给抓走了。宋明简竟然到现在才供出姚韵儿，看来姚韵儿对他很重要。收拾一下，去大理寺看戏。夫人，看样子啊，老爷在里边没少吃苦头。陆北明果然没让我失望。宋姚氏，宋明简指证你买凶杀人，你可认罪？
这些年我对你从无二心，又有了成儿，出了一纸婚书，已经算是真夫妻了。没想到已经这么绝情。二弟，你招的可真干脆。这几天我受尽折磨，你连看都不来看我一眼，是你先辜负我的。这还真的是他呀！可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大嫂，你还是招了吧，免得受皮肉之苦。夫人，他会招吗？事已至此，由不得他不招，最好能牵扯出换子之事来。大嫂，你要为在乎的人想清楚，毁了他们，是否能改变结局？不错，是我以宋明简的名义做的。你为何要杀人？他可是你的亲侄子。因为宋燕青曾经冲撞过我。冲撞一下就要买凶杀人，这也太恶了。哎，自己还是做母亲的，简直禽兽不如。此事，宋明简可有参与？宋侯爷的。大嫂，你可想清楚再说。想想成儿，此事与宋侯爷无关。哎，夫人，姚韵儿一个人全担了，没提换子之事，怎么办？姚韵儿买凶谋害亲侄，证据确凿，择日问斩。不能让姚韵儿就这样死了，否则换子之事永远无法真相大白。去把燕青活着的消息放出来，再让燕青赶过来。是。活该，蛇蝎心肠与孤啊！连自己的亲侄子都不放着，这么恶毒啊！二弟，我恨你大哥，会在下好好的等着你。活该！来人，将犯人押入死牢。报！启禀大人，宋家二公子宋燕青还没死。确认没死。熟悉他的人说，确实还活着，而且还在赶来的路上。竟然还活着！我已经承认了罪行，做好了一死了之的准备。他怎么能没死？那便暂停审理，等宋燕青到了再审。是。夫人，如此姚韵儿岂不是就死不了了？无妨，谋杀未遂，要么流放千里，要么缴纳巨额罚金，无论哪一样都是他无法承受的。这不是宋家二公子吗？大人，宋燕青已带到。草民宋燕青，拜见大人。宋燕青，你父亲指认，因你冲撞你大伯母，你大伯母买凶杀你，你大伯母已经认罪，可有此事？回大人，我自出生以来便被挪到村庄，与大伯母素未谋面，更不曾顶撞过他。他在撒谎。宋姚氏，这到底是为何？你可要想清楚，实话实说。因为我跟他的母亲韩姨娘有仇，我嫉妒他，恨他，所以我就要报复在他儿子的身上。亏我那么多年还以为苛待我的是夫人，没想到是感激涕零的你。为何要害我？宋姚氏，你杀人未遂，应判流放千里。不过，你可缴罚10万两银，也可免责。哪有10万两银子？肯定只能被流放，然后死在半路。就应该这么判。我愿意缴纳罚银。哪有那么多银子？自然是宋明简给他的，再加上名下的产业，充公。不过这样一来，他就要身无分文了。若跟宋明简交了恶，燕青也不再信任他，这个结局也不错。可惜还是没牵扯出换子之事，燕青公子的身份还是没法恢复啊。他们还想继续隐藏，那我们就把他给老爷怎么没换衣服啊？来人啊！云飞丸，你为何不让云家设法救我？你看，他们都把我打成什么样了！你当时被定的是杀子之罪，虎毒尚且不食子，谁为你出面说话，那就是禽兽不如。
老爷想让云家如何出面？再说了，老爷要是早些招供，不就不会被打了？我倒想问问，为何宁愿自己受这皮肉之苦，也要保全大嫂？自然是长嫂如母，我若轻易供出大嫂，不是要被戳脊梁骨吗？老爷想得真是周到。不过，你好歹可以利用云家的关系，让大理寺对我下手轻一点啊！你知不知道，他们打我的鞭子都是沾了盐水的。情分用多了可就没了，我还指望云家能给我的成儿谋一个好前程呢。老爷是不在意成儿的前程了吗？婉婉，我刚才不是那个意思。成儿现在只能依托云家的托举，你也不想看到成儿一事无成，以后就做个坐吃山空的闲散侯爷吧。当然不会，因为我要彻底毁了他。云飞婉，云家为成儿谋了好前程，一定有你死！杰郎，连累你受苦了。别碰我！若不是你对燕青下手，我又岂会落得如此下场？我的银子，还有我名下的产业都没了，你是要看着我饿死吗？我要是死了，你跟陈儿该怎么交代呀？剑郎，你就让我服侍你好不好？滚开！哼！剑郎，夫人，老爷看来是验上你了。从他供出我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巴不得他死，但是现在我只能哄着他，等到成儿谋个好前程，再利用宋银简除掉云飞婉，这云府的一切就都是我们娘俩的了。你去趟青楼，帮我找个经验丰富的女子来。夫人要如何？学技术。燕青，你这是要走？父亲并不惜我留下来，也只能是自取其辱。只是这些年误会了夫人，燕青心里有愧。今日给夫人磕3个头，全能给夫人赔罪。燕青，你要去哪儿？天下之大，总有容身之处。告辞。燕青，你不想查清你母亲韩姨娘死亡的真相吗？你是说，我母亲的死也是大伯母害的？这得你自己去查。我能告诉你的是，韩姨娘死的时候是一尸两命，并未产子。若韩姨娘并未产子，那如何有我？公子，那只能说明韩姨娘她就不是你娘。
哎呀，真相只能你自己去寻找。夫人，你为何不告诉他真相啊？真相他已经猜到了，只是还不愿相信罢了。让他自己揭开证据吧。夫人，别急，慢慢说。大夫人找一个青楼女子传授经验，硬是把老爷给诱到床上去了。果然是管不住下半身的畜生。夫人，只要您一句话，我现在就去撕了他。撕了他做什么？我等的就是他们两个滚到一起，我好开始下一步棋。果然是一尸两命。她不是我的母亲，那谁是我的母亲？你别过来！现在可以亲自告诉我了吧？公子，侯爷只有2位夫人，你的母亲不是韩姨娘，你说还能是谁？对不起，师娘没有照顾好你，害你受了那么多苦。母亲，晴儿，我的孩子。晴儿，你放心，娘亏欠你的一定加倍补偿给你。伤害过咱们，娘亲也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夫人，老爷要去找大夫人。我找他们算账去。回来，你贸然前去，就算捉奸在床，也无济于事。当下最重要的是恢复你的身份。公子，夫人早有谋划。儿子全听母亲的。夏英，你去邀请宋锦城，叫上他大伯母，一起商量他入世之事。是。母亲真是的，她竟然让我来请大伯母商量我的入世之事。她一个后宅妇人，能懂什么？我也这么觉得。你大伯母肯定不是什么好人，尤其这几天啊，她那双桃花眼比我那几个姐妹还勾人。你别乱说，大伯母不是那样的人。你还不信我了？我看人的可准了。你大伯母肯定有问题，不信咱们走着瞧。夫人，夫人，世子带着岑姨娘一起去玉兰院了，现在应该已经到了。宋锦城会直接进房间吗？会，但是岑嫣然会拦住他，让他前来禀报于我。咱们就等着看戏吧。你不是不想要我了吗？怎么现在大白天都要来找我？现在你相信你大伯母有问题了吧？不知道他是跟哪个狗男人鬼混。你现在让我欲罢不能，那些青楼女子跟你比起来都索然无味了。父亲，竟然是父亲，他们怎能如此？如果有一天我要你杀了云飞婉，你会答应吗？你别乱来！糟了，他们竟然要谋害母亲！这个死女人最擅长的就是害人，要是没有你母亲，孙远清早就死在她手里了。哎，你疯了！你现在进去，小心被他们杀人灭口。先去禀报你母亲，我们先做好防备。快点！母亲，果然来了。母亲，怎么了，成儿？母亲，我听到父亲和大伯母他们搞在一起了。什么？嫣然可以作证。不仅如此，大伯母还串联父亲，要谋害你。其实我早就知道他们不干净，可是为了你，为了这个家，我一直忍耐。可没想到他们现在竟然想要我的命。成儿，
去收拾行李，我们回云家。这侯府就让给那姚韵儿吧。不行，你是侯府主母，我是侯府世子，凭什么给那姓姚的让位？那你的意思是要对付姚韵儿？我早就认他很久了，更何况他还要谋害你。好，那等明日他们再厮混在一起，你去叫上族长老，我们一起去捉奸。那父亲的名声岂不就是毁了？不会，外人只会说姚韵儿不守妇道，勾引侯爷，而且她可能跟侯爷都已经有私生子了。你要是再妇人之仁，恐怕你的世子之位就不保了。嫣然说的对，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我这就去准备。去吧，孩子。走。母亲，你为何不亲自去啊？搞得这么麻烦。宋景城是他们的儿子，被自己的儿子捉奸才有意思。明日午膳去给宋明简的饭里下点药，免得他坚持不到族长们的道德。是。母亲，父亲善后，就直接去找大伯母了。去叫上族长老，我们一起去玉兰院。是。走吧，去玉兰院看戏。是，夫人。他们怎么来了？放开我！别挣扎了，你看谁来了？母亲，族长们来了。见过夫人，见过夫人，见过夫人。云氏见过各位族老。锦城，你叫我们过来，所为何事啊？族老可知此为何处啊？这不是大夫人姚氏的住所吗？有何不妥呀？大白天的，你要折腾死我吗？你就不能轻点？我身后就擒拿了自己。他们这是？成儿，去吧。宋明简、小韵儿，你们的肮脏面目很快就要被你们的亲儿子揭穿了。不好，走水了！快走！义父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呢？宋明简、姚夫人，光天化日之下，岂能如此？这不是让宋家祖宗蒙羞吗？婉婉，你听我跟你解释啊，我们真的只有这一次啊！父亲还想蒙骗母亲？昨日我就和嫣然看到了，所以才特地带着族长族老们来观看你们干的坏事。太不像话了！我也是你放的？没错，就是。万万没想到有一天我会栽在自己亲儿子手里，蠢货，被人利用了都还不自知。侯爷，你我夫妻18年，我可有对你不提？自然是没有。大嫂，我可曾对你不提？弟妹待我甚好。那你们就是这么回报我的？父亲，母亲出身名门，模样更是1等1的好，你怎么能为了这样的老女人欺骗母亲？你给我住口！谁都可以说她，唯独你不行。婉婉，我知道错了，求你原谅我这一次，我发誓，绝对不会再辜负你了。弟妹，只是我一时鬼迷心窍，才做出如此蠢事，求求你原谅我们好不好？你们害我至此，甚至还想要我性命，我岂能轻易原谅你们？那你究竟要如何？我要你把这个贱女人赶出去。好，我这就将她赶出府去。只要不牵扯出换子之事，保住陈儿，离开宋家也无妨。好，我这就走。站住！
谁说我要赶你走了？那你到底要如何？我要和离。婉婉，何至于此啊？我会改过自新的。这话，侯爷自己信吗？他们和离，我就有机会了。二弟，你这么低三下四的相求都无用，想来他心里早就没有你了。你还好意思出言，做出这种龌龊事？你比我们青楼女子还要下贱，还要无耻。就是，亏你还不让嫣然进门，还质疑嫣然的人品。侯爷，我云飞婉好歹是太傅之女，岂能忍受如此大辱？侯爷若不签，我便去敲登文谷，告到朝廷。如果真的告到朝上，牵扯出换子之事，不就麻烦了？好，我签了便是。母亲，之前你没有说要和离啊？我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？哦，原来如此。不过我不觉得是什么喜事啊。婉婉，你我虽已不是夫妻，但锦城好歹是你的亲儿子呀，一定要让云家好好托举他。第一个目的达到，可以进行下一个。侯爷还是操心一下你另一个儿子的身世问题吧。燕青不就是韩姨娘所生，哪里有什么问题啊？你确定燕青是韩姨娘所生？难道他有2个私生子？谁会买凶杀自己亲儿子啊？也是啊，蠢货！云氏，快说，燕青的身世到底有何问题？燕青，你来说吧。我挖开过韩姨娘的坟，韩姨娘确实是一尸两命，并未产子。什么？一尸两命？是啊，竟然是这样啊！明简，燕青到底是何人所生？一定不能承认，他是我在外面与其他女子所生。既是与其他女子所生，姚韵儿何故假我之名，苛待她16年，还不惜买凶杀人？对啊，完全没必要啊！果然蠢得可怜。我来说，燕青分明是我的孩子。什么？母亲，你不是就只有一个孩子吗？他是你的孩子，那我呢？我是他们的私生子。现在才看出来，难怪你会落榜。难怪你之前一直对我那么好，难怪你想要杀他。原来我才是你的亲生子。晨儿，我本来想以后再告诉你的。你早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诱导我来捉奸，所以你让我来亲手打开真相，是你一直想要报复我，对不对？你还算没有蠢到无药可救。难怪他们允许我进门，还暗示我故意耽误宋锦城文书备考。侯爷，不想说点什么吗？闹了那么半天，你不就是想认回燕青，让他做侯府的世子吗？其实你可以大大方方跟我直说，何必闹到如此境地？你们母子也一样会丢人。我们母子都是受害者，只会被同情，何来的丢人？该感到羞耻的是你们。不过你弄错了，我闹到如此地步认回燕青，并非让他当世子，而是为了让他看清你们的肮脏面目，让世人知道你们的卑鄙无耻。从今日起，我与宋家再无半点瓜葛。
世上再无苏燕青，只有母亲的儿子云燕青。我云儿之事被揭穿了又如何？肩挑二房之事又不是没有发生过。现在你的目的达成了。你们母子二人，一个人老珠黄的弃妇，一个浑身粪味的泥腿子，离开了侯府，你们又能怎样？他们走了，侯府就是我和程儿的了。剑郎，没了他们，侯府还是侯府，没有任何损失。如果他们留下来，我就当不了世子了。父亲，我赞同母亲说的话。果然是白眼狼，不就是一个侯爵吗？我正一个便是。至于这忠永侯府，我一定会让他覆灭。请各族老作证，我们母子从此之后与宋家再无瓜葛，只有仇恨。以后我们才是光明正大的一家人。从今往后，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家。以后芊芊就是我云府的千金，燕青就是我云府的公子。走。哇，姑母，我们新家好大呀！母亲，新家落成，可是要邀请些人来庆祝。不急，现在还不是时候，等我封侯，等这里成为侯府再说。封侯？怎么？不信啊？可是姑母，国朝300年，从未有过女子封侯。而且历代封侯，可都是要立下大功的。夏英，我让你买的书买到了吗？买到了，夫人。工业革命是什么书？是能让你母亲封侯的事。上一世，苏家六姑娘与夫家和离，被母家不容流落街头，偶然间在书斋得到此书，赚得盆满钵满，还被皇帝封了侯。这一世这段机缘就归我了，不过还是要想办法补偿的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潜心研究此书。夏英啊，你派人盯着苏家六姑娘，她若和离，立刻带来见我。好的，夫人。抢了她的机缘，理当好好补偿于她。大家快来看，快来瞧啊！云氏商铺新品上市，大家快来瞧一瞧，看一看。今天全场7折，只此一天，快进来看一看，瞧一瞧啊！够了吗？继香皂、肥皂之后，云氏商铺又要上架一款新品，叫香水。香水，只要啊往身上轻轻一喷，就能香一整天。据说宫中的贵人们已经用过了，都快抢疯了。据说还在研发的织布机，能将效率提升10倍，以后买衣服那可便宜多了。走。查出这云氏山庄幕后之人了吗？回大人，正是云夫人。是他？那就更有意思了。这有什么有意思的？云夫人对你那么冷淡，她都不愿意见你。走，去云府。陆大人驾临寒舍，是有什么事吗？陆大人，这张纸上有3个案子，
我大理寺查了许久都没有线索，还望夫人帮忙。没问题，这3个人我都知道，回头我列个清单给你，你照单抓人就是。他竟然又知道，这可真是个宝藏女子。不过，我有一个条件。我要见皇上。现在后宫无主，你该不会想入住后宫，好好打宋明简的脸吧？你胡说什么？我一把年纪了，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想法？那你想干什么？我说过，我要挣个侯爵回来，给燕青一个世子之位。母亲，能与你相认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世子不世子的，不在乎。我在乎，这是母亲欠你的。请陆大人帮忙。好，我答应。母亲大人，陆大人好像对你有意思。别乱说，我可比他大了3岁。我肯定没有看错，陆大人一定对母亲有意思。大人，您就不怕被云飞婉利用吗？无妨，我愿意被他利用。他可比你大了3岁啊！女大3抱金砖，正好。他可比你大了3岁啊！女大3抱金砖，正好。我刚才有说什么吗？我什么都没有说，一定是你幻听了。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，晚上不要熬夜，要好好休息。这不欲盖弥彰吗？不过大人要是娶了云飞婉，似乎也不错，不但查案有帮助，就凭云氏的发展势头，大人后半辈子都可以享清福了。哎，大人，等等我！臣陆北明参见陛下。名妇云飞婉拜见陛下。平身。谢陛下。云氏，朕没记错的话，你是太傅之女，钟永侯之妻吧？回陛下，民妇确实太傅幼女，小的时候还有幸见过陛下。不过民妇已经与钟永侯和离，与他再无瓜葛。哦，可是受了委屈，要朕为你主持公道啊。回陛下，不是。那你来见朕，所谓何事啊？陛下，云氏有样东西想要献给陛下。哦，朕倒真想看看你所献何物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朕贵为天子，奇珍异宝见过无数。若你所献之物，朕不满意的话，朕可是要治你的罪。回陛下，民妇所献之物，世上绝无仅有。那呈上来吧。你怎么就献这个？放心吧，不会让你掉脑袋的。你怎么就献这个？放心吧，不会让你掉脑袋的。云氏，你敢戏耍朕？回陛下，民妇不敢。民妇所献之精盐，远超宫中所用；所献之铁，名为钢，坚硬程度更远超任何晶体。来人，将此物送去降造司查验。是。
陛下，陛下，此言之精纯，前所未有，远超宫中所用啊！至于这钢铁，坚硬更胜朝廷精铁500倍。若做成兵器盔甲，我朝便可无敌于天下。哦，云氏，这钢铁和精盐，你从何处所得？回陛下，精盐是民妇从粗盐中所提炼，钢铁是民妇所锻造。民妇愿献出提炼细盐与锻造钢铁之秘法。若真如此，单凭细盐一项，每年便可为朝廷创收1000万两白银，实乃旷世之功啊！好，我朝有辱，当敌100万雄兵啊！云氏，说你想要什么奖赏？回陛下，民妇要请封为侯。如此之功，请封为侯理所当然。不过，本朝自古以来没有女子封侯之先例啊。陛下，若开此先河，必定能流芳万古，为后世万代所称颂。说得好，朕就是敢为天下先。云氏听旨，朕封你为瑞城侯，3日之后圣旨便可下达。谢陛下。好啦，告诉你们一个消息，皇帝他已经同意封我为侯，3日后下圣旨。太好了，这要是让宋明简和姚韵儿知道，鼻子都得气歪了。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我的身份。3日之后，给他们一个大大的惊喜。哎呦，好了，我和燕青还有话要说，你们先下去休息吧。走。燕青啊，不用说了，母亲，我并不介意。你知道我要说什么？不就是和陆大人的事情吗？啊？看得出来，陆大人是真心喜欢你，应是良配。你胡说什么呀？我都一把年纪了。终于已逝，桑榆非晚。况且母亲并不老。燕青啊，不过母亲，我是不会管陆大人叫父亲的。他毕竟也大不了我几岁。无妨，叫叔就行。你来干什么？母亲，你们聊，我先下去了。燕青啊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燕青。陆大人，站住！我没想到燕青会这么快就接受我，那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不是要更进一步？陆大人，燕青他是误会了。我是想跟他说，等圣旨下来之后，我要覆灭忠永侯府，想提前跟他商量一下而已。他肯定会支持的呀，而且我会更加的举双手赞成。你什么呀？哎呀！父亲、母亲，我已经打听到了，明师商社的主人已经被封为了瑞城侯，过几日皇帝就会正式下诏了。此人能弄出这么多的新奇玩意儿，就能被封侯，未来定会成为国朝新贵。待圣旨下达之日，咱们一起去清河。正如此，好几个和云氏商社合作的家族都已经赚翻了，咱们家现在最缺的就是钱。成儿说的是，家产都被云飞婉带走了，再这样下去，
就真的要揭不开锅了。宋侯，宋侯，这位新晋的侯爷身份十分神秘，不知宋侯可有内部消息，给我们透露一二？实不相瞒，我对此人一无所知。如诸位一般，我也打算今日找机会结识一番。那你们怕是没有机会了。因为我就是瑞城侯。什么？云夫人就是瑞城侯？不可能，他无尺寸之功，怎么可能会被封侯？哼，没错，本侯对他了如指掌。他一不通文，二不通武，绝不可能被封侯。云飞婉，你是不是承受不住与我父亲合力的打击？这里坏掉了呀！啊，开始说疯话了！你敢打我？你再敢对我母亲不敬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来人！你们都是死人吗？没看到他们在这里闹事？冲撞了瑞城侯，你们担当得起吗？愣着干什么？给我把他们赶出去！该赶出去的是你们吧？瑞城侯，要不要我帮你把这些垃圾清理出去？无妨，侯府那么大，几条狗而已，还放得下。云飞婉，你准备的还挺充足的呀。不过那又如何？假的就是假的，就算大理寺卿来帮你演戏，你也真不了。哼，哗众取宠，亏我还叫你17年的母亲，我引以为耻。是吗？那你可一定要记得你自己说过的话。啊！云飞婉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贤妇云飞婉现智言炼钢之术，后民生壮武备，悉心昭昭，功在社稷，特封为瑞城侯，以彰其功，天下臣民咸当效之。钦此。民妇谢陛下。燕青，以后你就是瑞城侯府的世子。芊芊，你就是侯府千金。谢母亲。我不服，陛下凭什么封他为侯？放肆！妄议陛下乃是大不敬之罪。宋侯，你们府上到底是有几个脑袋够掉的？你给我闭嘴！深宅妇人非有先之言，还望大人明鉴。宋侯真是眼盲心瞎，为了如此妇人，辜负瑞城侯，否则你们宋家就是一门双侯了。这宋家老祖如果泉下有知，必然棺材板都压不住了。宋家怕是要成为全京城的笑柄了吧？你们，走！宋侯爷，我当初说过要让你忠永侯府覆灭，此话依然作数。好啊，那倒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走。
老爷，云飞婉今天这样待你，你就这么放过他了吗？父亲，巨岩炼钢的秘方本该是我的，他必须死。他之前说要封侯，我还当笑话，现在我真担心咱们中永侯府会亡在他的手里，必须先下手为强。那你有何打算？我去见四皇子。参见四殿下。听说钟有侯抛弃了发妻云氏，跟寡妇搞在了一起，得罪了云氏不说，云氏还被父皇封了侯。现在你可成了全京城的笑柄。殿下一直想要得到云飞婉之兄云律手上的兵权，却一直未曾有机会。你有良策？臣可模仿云律笔记，也熟知他的人际交往，可轻而易举捏造其里通外敌的证据。你有什么条件？云氏满门抄斩，必须带上云飞婉。有了云律的兵权，再加上云氏商社的财力，这皇位早晚归殿下所有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爱卿平身，谢殿下隆恩。嫣然拜见瑞成侯。你来见我有何事？一来感谢夫人当初允我入府，二来是想告诉夫人，宋明简去找了四皇子，准备对付您。他欲如何对付母亲？不知道他们的具体情况，根本无法防备。上一世宋明简站队四皇子，诬陷云家，害得云家覆灭。这一世，我与宋明简合离，定然会被牵连。我要将计就计，覆灭中永侯府和四皇子。我知道他们会诬陷你父亲谋反，让云家灭门，到时候自然能牵连到我头。姑母，我求您想办法救救我父亲，我知道您一定有办法。芊芊别急，当然有。我写一封信，你同燕青同去，日夜兼程，亲手交到你父亲手上，让他依计行事。好，去准备吧。你为何来告知我此事？因为我相信瑞成侯一定能灭了中永侯府，我不想受牵连。你很聪明，当初若是没有你的帮助，我毁掉宋锦城的计划也不会那么顺利。以后就留在云氏商社吧。谢瑞成侯。老四，你把瑞成侯和钟永侯找来，所为何事啊？回父皇，钟永侯要控告镇北将军云律勾结外敌，意图谋反。哦，可有此事啊？启禀陛下，千真万确。臣曾是云家女婿，早就觉察到云律有所不轨。最近臣亲去边关，果然找到了云律与敌国将领往来的3封书信，请陛下过目。云飞婉，很快我就是从龙之臣，而你和云家都要惨死，这就是你羞辱我的代价。这3封书信可是去年3月、6月和10月云将军与敌将瓦哈木的通信啊！原来父皇已经知晓，请父皇下旨，召回云律，然后满门抄斩。瑞成侯既已和离，也属云家人，自当同罪。哦，那你如何肯定此书信为真？父皇可找人查验，书信上的内容就是云律的笔记，私章一模一样。
钟永侯，这些信件从何处所得？是我从瓦哈木侍卫处购得。这云将军若真的谋反，当判其满门抄斩；可若是其没有呢？父皇，铁证如山，绝不会有假。儿臣愿亲办此案。不急，先听听云将军怎么说。传云将军上殿。臣叩见陛下。免礼平身。谢陛下。3日前，敌方将领瓦哈木乔装进入我朝刺探军情，被臣发现，当场击杀。此乃为项上人头。钟永侯，你还要控告云将军吗？铁证如山，就算云律杀了瓦哈木，也不能否认他叛国的事实。铁证，书信乃是你所伪造，我早就将你们的阴谋禀报给陛下，所以陛下才会得知你信中内容。也是我写信告知云将军瓦哈木的行踪，所以云将军才能及时的发现他，并一举击杀。陛下早已知晓你们的一举一动，就等着你们露出狐狸尾巴了。宋明潜，你这个畜生，我要打死你！老四，你还不招吗？父皇，儿臣是被宋明潜蛊惑的，我不知道他为了泄愤，竟然污蔑云将军。那你看看这是什么？你与边关将领密谋的书信在此，你还想狡辩吗？儿臣做的无比隐秘，敢问父皇是如何得知？当然是我告诉陛下的。幸亏这些前世都经历过，才能应对自如。四皇子赵睿密谋造反，罪不可恕，念在父子之情，贬为庶民，逐出京城。钟永侯动机不纯，陷害忠良，实在是罪大恶极，判其满门抄斩，以儆逍遥。芊芊，芊芊，对不起，母亲知道错了，之前不应该那样对你。跟母亲回家吧。芊芊，回家吧，你父亲已经回来，以后不会有人再欺负你。回家看看吧。母亲，妹妹，之前是我不对，嫂子向你赔罪了。大嫂，都是一家人，不必如此。姑母，陆北明，你怎么又来了？陛下口谕，瑞城侯聪慧机敏，料事如神，着其协助大理寺卿前往江南查案，不得有误，钦此。这是你找陛下求来的吧？是啊，以后啊，我们就京城合作，日日相处了。陆北明，你不要脸！啊？要什么脸啊？我只要你。